家好，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是大家催更已久的居家好物分享。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频道的话，我是月月，我和我的家属卢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从去年9月一起辞职来到日本东京生活，目前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语，非常高兴认识各位新老朋友们。从去年9月到现在，我们转眼间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半年的时间了。这次分享的好物大多是日本设计品牌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居家产品，因为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带回国，所以我们在选购时也把体积和重量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基本都是能轻松带回国的。那涵盖了时钟、餐具、咖啡器具、衣服配饰等等。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品类，那就一起往下看看吧。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品牌呢是 Minna Pohjonen。喜欢布料设计和做手工的朋友对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它可以说是日本生活方式和纺织设计中极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它的创立人是日本设计师芥川明，品牌的名字是芬兰语我蝴蝶的意思。因为发音比较难，所以大家更习惯于用芥川明的名字来代替。这个品牌创作的核心就是它的布料图案设计，到现在为止已经诞生了上百种的原创纹样，灵感大多来自于自然、小动物、植物，还有日常生活中那些非常细微的瞬间。后来品牌逐渐把图案纹样延伸到家居和更多贴近日常生活的物件上。第一个要说的是芥川明的这款铃鼓图案的咖啡杯。铃鼓是芥川明品牌最经典的图案之一。铃鼓的设计呢，诞生于2000年，由25个略有不同的圆点构成，象征着不同的人、区域、国家相聚在一起形成社群的概念。每一只杯子呢都是手工上釉的，所以它的纹理和颜色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杯子表面的纹样是有一点浮雕感的，质感也非常的温润。那再就是这两个瓷砖杯垫，还挺有分量感的。它是规则的6边形，可以组合拓展。平时不放杯子的时候呢，当一个小摆件放在桌子上也很好看。还有一款呢是这个羊毛纱线织的毯子，这款图案呢是森林，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图案。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冷杉，象征着冷杉在风雪中坚定生长的力量感和生命力，我非常喜欢这个寓意。那这条毯子平时在家的利用率超级高，毛毯本身是很蓬松又很厚实的感觉，盖在身上呢会有一种被包裹住的安全感。还有一条是这个 Run 跑兔茶巾，跑兔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纹样。茶巾原本是茶道中用来擦茶板的小布巾，现在更多的可以当做杯垫呀、餐垫，或者用作桌面装饰也都是可以的。他们家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品牌认为呢，剩余的碎布料也是珍贵的材料，所以他们会把碎布料整理成套出售，让手工爱好者可以继续用这些布料做自己的作品。他们认为设计不仅是被使用，而是可以被参与的。这个理念还挺有意思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营销手段，但是对于很多手账人和手工爱好者来说，这些碎布的可塑性可实在是太强了。芥川明的产品给我的使用感受就是它的存在感不强，但利用率很高。其实产品本身的色彩、轮廓这些在空间里并不显眼，但就是会让你时不时的想拿起来用，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你生活里非常自然的一部分。那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咖啡器具相关的物件。我因为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手冲咖啡，比较喜欢手冲的这个过程。今天用的这款呢是从福冈 Coffee County 背回来的浅烘豆子。这个滤杯呢是 Kalita 的 Wave， 它是平底的蛋糕滤杯。据说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款蛋糕滤杯。我选的这款是不锈钢材质的，这款也是最不考验冲泡技术的，比较适合我这种比较粗糙的选手。那里面的这个滤纸也是它专用的褶皱滤纸，手冲壶和咖啡量杯也是 Kalita 的。其实这3款都是在不同地方买的，但选着选着最后就都选了 Kalita。 Kalita 是日本的老牌咖啡器具品牌，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性价比确实比较高，而且用起来比较趁手。我记得去福冈的 Coffee County 店里的时候，有注意到他们店里的咖啡师用的也基本上都是 Kalita 这几个搭配，说明还是挺好用的。冲的时候呢，咖啡溢出来的香气和油脂咕噜咕噜的声音，在听觉和嗅觉上都是一种享受。这款是铁三角 HSB727 音乐汉堡，它是铁三角60周年纪念重新推出的纪念产品，主打一个便携性和乐趣性。它的体积很小，也非常的便携，支持在户外使用，可以直接放在背包里或者直接拎着带走。在东京有很多可以淘黑胶的店，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有了它，我们在这边淘回来的唱片就可以听了。它可以提供33和45两种转速切换，配有线路和蓝牙连接， Type-C 充电口。
官方的续航时间是12小时。这个在 Tower Records 就有卖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在黑胶唱片那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塔店和唱片一起入手。接下来是这款 Seiko 精工台式电子钟，这款时钟的设计灵感来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精工提供的泳池赛道计时器。当年 Seiko 也是首次成为奥运会官方计时合作伙伴。醒目的黄色和大字号的数字延续了专业计时设备的工业设计风格，同时又带一点电子时代的复古色彩，非常适合摆在家里。我们是在东京银座的 Seiko 总部博物馆购入的，另外博物馆也是可以免费参观的，总共有7层，每一层都是有不同的主题，超级精彩。手表控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还有一个书桌上的物件推荐给大家，是这款 Vitra Toolbox， 这款据说也是 Vitra 所有的品类中卖的最好的一款。它的使用场景很多，我们是放在书桌上作为文具和零碎工具的收纳盒，里面总共有5个格子，能收纳的容量也挺大的。另外它的这个提手造型也非常的加分，移动起来就很方便。这款颜色是薄荷绿，我们是在中目黑的 Mid-Century Modern Tokyo 买的，这家中古家居店的选品也非常的好，有时间的话推荐去看看。这半年我们因为添置家里的这些东西，也逛了不少中古家居杂货店和各种市集。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回头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聊聊。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心得，就是在面对一个新的空荡荡的居住环境下，如何比较理性的添置家居用品呢？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特别匮乏，什么桌椅板凳啊、锅碗瓢盆啊都得添置。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基本秉承了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不能因为想着急解决这种看上去比较匮乏或者心里比较缺乏安全感的情况，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比如说去宜家或者超市的时候，可能看到什么都会觉得，我以后可能会用得到，就先都买回来了。结果买回来之后，并没有立即派上用场，然后就闲置了。或者过2天，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又发现了更喜欢、更合适的替代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宁可都欠着点，慢慢挑，也不要着急一时半会儿把房间填满。像这样不断发现新鲜事物，然后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带回自己的生活里，也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OK，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Monbel。在这儿生活之后，实现了 Monbel 购物自由，就是随时随地想买就去买了。怎么这么喜欢呢？说说最近发现的几件新的实用好物。一个呢是这个背包，这个小背包最开始其实是卢老师自己买回来的。但我自从背过一次之后，就彻底摘不下来了。它虽然看上去不大啊，但是真的超级能装，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自重。平时上课用的课本啊、电脑啊，甚至薄外套这些都能塞进去，太适合学生党了。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它比较薄，没有办法给里面的电脑啊这些做保护，加个内胆可能会更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这款轻羽绒，它是1000蓬的，一般羽绒服都是600到800蓬，800蓬其实就已经非常暖和了。这款我其实2年前就想买了，但这件真的好火啊！之前每次过来看都没有货。价格上呢，它比国内确实有优势一些，大概比国内买要便宜1半左右。所以当时看到店里有货，我就赶紧下单了。它既可以当外套穿，也很适合穿在中间层做保暖，而且它真的非常的轻。我有的时候出门就直接把它收纳到附带的小袋子里面，装到包里，又轻又不占地方。再就是这款保温杯，它是这种翻盖的设计，喝起来比较方便。500毫升的容量，其实1天下来也基本够了。它的保温性真的非常的好，一般我会灌完大概4/5的热水之后，再兑进去一点凉水，要不然喝的时候真的会烫嘴。要说缺点的话，就是它这个杯子的表面是这种不锈钢的，就尽量别和尖锐的东西放在一起，要不然就非常容易刮花。还有一个在家用的保暖神器，就是这款居家羽绒鞋，这个真的非常适合冬天在家脚冷的朋友。穿上它就是给脚穿上了羽绒服，真的超级暖和。它整个鞋面都是柔软的防水面料，而且它的高度是完全可以包裹住脚腕的，当然也可以踩下去当拖鞋穿。它的鞋底也很软，这个可以说是我这个冬天在家的必备好物了。那接下来再说一个出门时穿的大棉拖，就是这款苏补和 Nanga 联名的冬季拖鞋。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品牌，苏补是日本一个专门做冬季拖鞋的品牌，平时在很多店里都能看到苏补的拖鞋。它同时也和很多的品牌像北面、卡哈特做了联名款，这款呢是它和日本户外品牌 Nanga 的联名。这双联名它既继承了 Nanga 的极致保暖，再加上苏补鞋的轻盈舒适的脚感，鞋面采用了防水防风的高性能材质，
鞋底也非常的厚实，走起来很轻便又很防滑，而且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折合人民币大概300多。要说缺点的话，没有后跟可能不太适合雨雪天出门，但不论如何，穿着棉拖出门真的很方便。前2期视频里和大家介绍的这款丰田多美的彩虹暖炉，是我们家现在最主要的取暖方式。当时评论区也有朋友想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问题，那我就再和大家展开说说。灯油暖炉是目前日本比较常见的冬天采暖方式之一，它是用灯油燃烧，升温比较快，比电暖气啊这些其他取暖方式要更加的节能环保，跟空调比也没那么容易干燥。灯油在刚点燃的时候会有一点油的味道，所以我们一般会放到室外阳台上点燃它，然后再待个5-6分钟，等它充分燃烧之后再拿到屋里。用的时候呢，我们会开一点窗户，保证室内的通风，或者隔个半个小时左右开一会儿窗户通风也行，反正就避免二氧化碳堆积就行。再就是它是明火取暖嘛，用的时候周围注意别放易燃物，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可以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使用。这款的型号是适用于7到9叠，也就是15平左右的房间。除了取暖以外，用它来烧水啊、烤红薯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方便。但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加油站打灯油。如果每天都在家的话，大概1桶18升的油差不多能用1个礼拜左右，费用大概100块人民币。总之，这款灯油暖炉用起来还是非常舒适的，只要使用方法正确，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取暖伴侣。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2本日历，一本呢是现在挂在我身后的，作为书桌墙面的颜值担当，它是和纸手绘的风格，每个月份的绘图都不一样，非常的可爱。另外一本是非常实用的日历安排月历本，它是这种活页的，可以在上面写好当天的日程安排。我们一般呢就把它放在桌面上，可以随时看随时写。不得不说，日本真的人均这人，在这儿做大部分的事情都需要这样提前安排好计划，预约各种事项，就不得不倒逼着我们像这样事无巨细的提前做好各种规划。得亏我们2个人都是这人，还算是比较享受这种计划的过程。这2本日历都是在伊东屋文具店买的，这家位于银座的百年文具店总共有12层，不管你是文具控、手账党还是礼物爱好者，绝对都能在这儿逛得停不下来。其实好物分享包括购物分享是我很喜欢做的系列，很喜欢这种不断的给生活的空间增加乐趣和色彩的感觉。但是好物嘛，必然有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包括物件的数量啊，以及使用感受等等。所以这类内容的更新频次，说实话可能不会太高。但是呢，先挖个坑，我们这半年以来的居家好物分享其实还没有完哦。放在和室，也就是我们的卧室里的家具和物件，我们打算再单独出一期讲，大概会包括灯具、桌椅、毯子以及和气味相关的物件等等。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想说的还是生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论在哪儿都要记得好好爱自己。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